知我講面帶伏羲，必顯貴，鼻梁塌陷，終正凶。咩意思啊？豬西我知啫，咩叫伏羲啊？都係伏羲啦，好似西我國咁。嗱，古時候嘅人有句識人術，面帶伏羲必顯貴。字面上嘅意思即係話面上帶伏羲相係一種富貴嘅面相。咁到底呢個伏羲喺邊呢？嗱，古人認為從鼻至到髮際線中間呢一個區域，額頭微微隆起，有一塊突出嚟嘅骨頭狀，就好似犀牛角咁樣，又或者好似潛伏喺裡面嘅犀牛鼻，所以簡稱叫做伏羲啦。因為位於額頭嘅正中央，傳說中講嘅天庭穴就係佢啦。咁當然伏羲亦都會根據突出嘅形態、位置，仲有大細嚟區分嘅。嗱，第一種就係朝天伏羲骨啦，亦都叫做伏羲骨。嗱，呢一種伏羲骨係最飽滿，佔嘅位置亦都係最大嘅，幾乎佔咗額頭整個位置，好明顯咁突出，所以亦都被稱為方形伏羲骨。喺民間亦都被稱作為極品嘅富貴相。嗱，正所謂金龍頭上有物，如博山之形，其精靈之結晶，完全凝聚於此。有此靈物，方能虛氣成雲，扶搖直上，飛升於九天也。古人認為呢一種係一等嘅伏羲相，擁有呢一種面相喺古時候最少都係為官，最起碼都係長相之類。就算係做其他行業都好，都乜都咁掂，富甲一方，富貴不可擋咁話。嗱，例如話上古三王之一嘅伏羲，咁相傳佢額頭前面就有一塊隱約凸起嘅區域，所以被叫做伏羲骨。民間老百姓認為面帶呢一種伏羲骨面相嘅人，一定係非凡卓越嘅人，係領袖人物，可享帝王之福。嗱，據講朱元璋、諸葛亮佢哋都係面帶伏羲相嘅，英明神武又聰明，大富大貴，擁有大名大壽嘅命水。咁你身邊有冇邊位朋友係擁有呢一個朝天伏羲相嘅呢？留個言啦。咁第二種就係巨傲伏羲骨啦，喺伏羲骨入邊屬於二等。但係呢一種伏羲骨同正話講嘅朝天伏羲骨唔同啊！朝天伏羲骨形狀係比較四四方方嘅，佔嘅面積亦都比較大。而呢一種巨傲伏羲骨佔嘅面積相對嚟講比較細啲，四邊呈圓形嘅，比較圓滑一啲。又因為外形係橢圓形嘅，好似一隻鰲咁樣，所以又被叫做橢圓伏羲骨啦。古人認為擁有呢一個巨傲之腦嘅人，頭腦唔單止發達，而且比一般人都聰明。喺古代為官嘅話，最起碼係尚書以上，係一個好有大志嘅人，性格剛烈，喜怒無常。不過我都係依書直說嘅啫。如果講得啱嘅話，點個讚，繼續睇落去啦。第三種就係武庫伏羲骨啦。呢一種面上嘅伏羲骨係一個圓形，位置大概喺額頭嘅正中央，上至髮際，下至印堂，左右位置到額角為止，形成一個圓形。咁位置範圍亦都冇前兩個咁大，但係亦都係屬於一個富貴相。咁喺古代有可能係一位將軍，係一個保家衛國嘅大臣，最差都係一個州郡嘅太守。呢一種武庫伏羲骨面上嘅人，天之機智聰明，文武雙全，勇字當頭，但係好中意冒險，帶啲奸詐。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伏羲面相啦，唔單止有智慧、有氣勢、堅強、勇猛過人，而且係天生嘅富貴相。唔知你身邊有冇面帶伏羲相、面帶伏羲骨嘅人呢？吓？咁鼻梁塌陷終成凶又點睇呢？鼻梁高就好喎，扁鼻就唔好喎。鼻喺人面嘅正中間，從外觀嚟睇係好關鍵嘅。喺相學入邊屬於財帛宮，主富貴運勢，仲有事業運。咁女人嘅鼻亦都可以反映到婚姻同埋運勢喎。咁正所謂男鼻看財，女鼻看富啊嘛。但係點樣嘅鼻相好，點樣嘅鼻相係唔好呢？吓？咁總嘅嚟講，個鼻要肥厚挺拔先至好噶嘛。咁當然啦，要結合成個面相嚟睇。咁如果塊面係細嘅，得個鼻係大嘅啫，俾人一種見鼻唔見面嘅感覺。咁呢一種面相喺相學入邊就叫做孤峰獨聳。就算係再富有都好，都會有一種孤獨空虛嘅感覺嘅。咁第二種鼻相就係鼻細窄小，肉薄而陷。古人認為呢一種鼻相，多數細個嘅時候都係體弱多病嘅，財運時好時壞，性格刻薄，人際關係亦都一般。所以喺民間有句俗語：鼻梁塌陷終成凶。
鼻梁眉角有塌陷，福薄命淺，苦無邊。咁塌陷嘅鼻睇起身就唔係咁美觀啦，俾人一種驚驚青青，唔係咁自信嘅感覺，所以終難成大事。咁第三種就係劍鋒鼻嘅女性啦，鼻梁肉小，薄見骨，就好似一把劍咁，又直又長又細。呢一種面相嘅女子係性情好剛烈嘅，薄情又固執，好容易招惹小人，同身邊嘅親人好難和睦共處。你身邊有冇呢一種鼻相嘅人呢？咁第四種就係矮塌嘅鼻啦，事業啊、婚姻啊、財運都係麻麻地嘅。咁如果係堅挺嘅鼻咧，就好有幹勁、好聰明，事業興旺，晚年一定會大富大貴。咁女仔嘅鼻堅挺係好旺夫，咁如果係個鼻彎斷折嘅話，各方面就唔係咁好啦。咁第五種就係鼻頭飽滿、圓潤有肉，嗱呢一種係好有偏財運嘅，天生富貴相，揾到錢之後就要識得樂善好施啦，咁樣你嘅事業先至會越做越大。嗱，仲有鼻窿大嘅就有偏財運，咁鼻窿細嘅對於財運方面就比較保守，唔係咁捨得投資咯。鼻孔朝天養路嘅人就唔識得節制，唔識得守財咯。咁呢一個就係古人講嘅鼻相啦。咁當然面相呢家嘢唔需要盡信嘅，當茶餘飯後娛樂下大家，開心下，傾下偈，吹下水，借鑑下就算下。因為人不可以貌相，海水不可以斗量，咁啊係咪？咁好啦，到最後問下大家，呢個鼻相講得又準唔準呢？你嘅鼻相你覺得富唔富貴呢？吓，有冇肉呢？留言分享下，我哋下一期再見。